上一世，我和妹妹苏月月在古玩市场赌时，意外开出了2枚上古兽蛋。妹妹那只孵出了浑身红毛的火狐，而我则孵出了通体雪白的冰狐。妹妹嫌火狐丑，将其赶走，结果极寒降临，妹妹被冻死家中。冰狐得知后竟吸食我的精气，我被活活吸干惨死。原来我的冰狐最早看上的就是妹妹。再睁眼，我竟然回到了古玩市场开出兽蛋那天，周遭没有那令人战栗的寒风，只有古玩市场嘈杂的人声。上一世被吸食精气的痛苦还历历在目。我看了眼旁边那颗灰扑扑，表面还有些粗糙的红色蛋，心头涌上一股狂喜。按照兽人族的传统，孵化出的兽人会认第一眼看到的人为主。上一世我契约了冰狐，结果它是个无底洞，日夜吸食我的精气，而妹妹契约了火狐，却因为嫌弃它长得像土狗，食量大且有异味，在极寒来临时将它赶出了家门，最终自己也被冻死。她到死都不知道，那只被她抛弃的火狐虽然长得丑，却觉醒了赤焰天赋，只要吃饱就能散发恒温热量，是末世里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冰狐蛋是我的，我要冰狐。哼，那个红毛土狗给你。看着妹妹急不可耐地抱住冰狐蛋，我心下明了，她也重生了。我低下头，掩去眼底的嘲弄，顺从地抱起了那颗被她抛弃的红蛋。好吧，妹妹既然喜欢白色的，那我就要这个吧，你可别后悔哦。这一世便让她好好享受那枚冰狐兽蛋的福气吧。蛋壳破裂，一只雪白小狐钻出，化作白光钻入妹妹怀中，亲昵磨蹭。见我看过去，她竟口吐人言，满眼厌恶。苏青青，你那身燥热味真让人作呕，既然月月选了我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我眯了眯眼，看来这畜生也重生了。妹妹得意洋洋，路过我身侧时，她压低声音，满是恶毒。好姐姐，这一次冰狐跟了我，那只土狗就归你啦。我心中冷笑，蠢货，他看上你不过是因为你这具燃料够蠢，够好吸罢了。转头看向我手中刚刚破壳而出的火狐，它缩成一团，看起来像一只红色毛球。它只有巴掌大，毛发稀疏，看起来丑萌丑萌的，完全没有神兽的威严。我不愿和苏月月废话，弯腰抱起火狐就出了门。火狐缩在我怀里，身体僵硬，却突然硬撑着面子开口说话了。喂，那只白的才是神兽，我毛都没长粗，你捡我回去干嘛？你是不是眼睛不好？我刚伸出手想安抚他，火狐眼神里满是惊恐和警惕。你们人类没一个好东西，上一世那女人嫌我臭，嫌我掉毛，大冬天把我丢门外泼冷水。你是她姐姐，你也想这样对我是吧？看着她这副应激的模样，我心头一酸。上一世极寒未至时，妹妹嫌弃火狐体温高且味道重，确实对她百般虐待。没事的，那是她，不是我，我不会这样对你，我会把你养得胖胖的。哼，既然你说的那么好听，先暂且信你。我叫阿九，你要是敢对我不好，我就咬你。火狐在我的安抚下渐渐安静了下来，身体开始散发出一股暖烘烘的热气。在经济条件上，我是姐姐，却因为父母偏心，钱都给了妹妹买房买车，而我只能住在郊区老旧的防空洞附近。我歉疚地看了火狐一眼，只能委屈火狐和我走一段路了。火狐眨了眨那双金色的眼睛，有些别扭地开口：既然你不嫌弃本大爷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载你一程吧。话音刚落，火狐身形一晃，周身红光大作，原本巴掌大的秃毛狗瞬间变大，化作一只足有2米高的赤红巨兽，但威压十足。他低下头，示意我骑上他的背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这可是神兽。火狐却用尾巴悄悄卷住了我的腰。那一瞬间，一股久违的暖流顺着大腿传遍全身，驱散了古玩市场的阴冷。阿九，我告诉你往哪里走。不用，我知道你家防空洞在哪。我有些奇怪，刚想问他是怎么知道地址的，耳边便风声呼啸，景色飞速倒退。不过眨眼间，防空洞已在眼前。火狐稳稳停下，有些得意地扬起脸，这是我第一次仔细打量变大后的他，金色的眸子里燃烧着少年的纯真与傲气。厉害，阿九最厉害了。我真心实意地夸赞，伸手想摸摸他的头。听到夸奖，他眼里的光瞬间亮了，尾巴都要翘上天。可当我的手触碰到他的头顶时，他却身形一晃，变回了巴掌大的小毛球，缩在我怀里。他垂着脑袋，声音闷闷的，带着藏不住的委屈。那个坏女人说我丑，还一身怪味，和冰狐比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？我心头猛地一紧，一把将这只颤抖的火狐按进怀里，用脸颊蹭着他温热的额头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阿九，你听好，你比那死冰块强10000倍，这不是谎话，因为我也是重生的。我将上一世冰狐如何吸取我的生命力，让我手脚坏死，最后将我冻成冰雕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九。阿九听完我的话，似乎很是意外，随即愤怒地炸了毛。怎么会？根据我们兽族的传统，对自己的恩人绝对忠心，他怎么敢那样对你？这个败类，我要烧死他！我感动地看着阿九，轻轻摸了一下他的脑袋，然后我拉着阿九坐在防空洞的旧沙发上，环顾四周。这里虽然简陋，但胜在坚固。马上就要到极寒末日了，我应该准备点什么？我和阿九对视一眼，达成了共识。我们决定好好改造这个废弃的防空洞。防空洞深埋地下，本身就具有保温性，
最关键是隐蔽且抗风雪。阿九不仅移速快，也是火系异能，不到1周就把防空洞加固了一遍，并且用虎火将墙壁烘烤的干燥温暖。这下温度和安全同时被解决了，供暖搞定。我买的吃的呢？阿九一把掀开防水布，露出身后堆积如山的无烟煤、成箱的高度白酒，还有数不清的自热火锅和辣椒酱。他得意地甩了甩尾巴，放心，你刷爆卡买的500箱物资都在这儿。我和阿九分工负责，总算在极寒末日来临前准备好了一切。明日就是极寒末日来临的日子了。我抱着阿九躺在防空洞的大床里，等待着末日的来临。第二天早起，我明显感觉到防空洞里的空气有些不一样了，那种死一般的寂静是极寒末世特有的前奏。我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温度计，室外温度已经跌破了-40度。如果是上一世，现在的我应该正缩在出租屋的被子里瑟瑟发抖。青青，你压到我的尾巴了！一声傲娇的抱怨从被窝里传来。我掀开被子，阿九正蜷缩在我的床上，我心情大好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。防空洞经过阿九虎火的烘烤，加上深埋地下的保温性，此刻温暖如春。我走到储藏区，从那堆积如山的物资里挑了一包特辣牛油火锅底料，又拿出了几盒极品肥牛和毛肚。阿九，起床干活了，今天吃顿好的。听到吃，床上的红色毛球耳朵一抖，瞬间弹射起步，稳稳落在餐桌旁，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和阿九准备享受末世第一顿火锅时，一阵剧烈的头痛突然袭来。我捂住脑袋，一幅画面竟然直接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画面里，苏月月正裹着3层厚厚的羽绒服，缩在豪宅的沙发角落里。即便如此，她依然冻得嘴唇发紫，眉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而在她怀里，那只通体雪白的冰壶正优雅地握着，她看起来是那么高贵圣洁。苏月月哆哆嗦嗦地抱着冰壶，牙齿打颤。好冷啊，怎么开了空调还是这么冷？小白，你不是神兽吗？你快变点热气出来啊！冰壶那双深蓝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鄙夷，但声音却充满了诱惑。这可是极寒末世，现在的冷是在淬炼你的体质，只要你熬过去，就能成为末世的女王。苏月月原本充满怀疑的眼神瞬间亮了，这个蠢货竟然真的信了。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冻伤而开始泛青的脸，心里冷笑。冰壶见他上钩，主人抱紧我，我才能把力量传导给你。你会觉得冷，是因为你还是凡胎肉体，把你的热量给我，我帮你净化。苏月月不仅没有推开那块冰壶，反而把冰壶死死搂在怀里。肉眼可见的，苏月月原本红润的脸色瞬间惨白，而冰壶身上的毛发却以诡异的速度变得更加妖异光亮。我切断了感应，不想再看那个蠢货。阿九，点火！阿九张嘴喷出一小团金红色的火焰，落在卡式炉下。不一会儿，牛油火锅底料在锅里翻滚，辛辣鲜香的味道弥漫了整个防空洞。阿九趴在桌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吞吃着我烫好的辣椒和肥牛。阿九一边吃一边呼气，每呼出一口气，防空洞里的温度就上升一点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随着阿九吞下大量的辣椒和牛油，他的皮肤上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了一层细密柔软的红色绒毛。虽然还不算丰满，但颜值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。阿九，你长毛了！我惊喜地说。阿九得意地甩了甩尾巴，那条尾巴上的毛也蓬松了不少。本大爷说了，只要吃饱了，恢复神力是分分钟的事。青青，再给我加2瓶那个辣辣的水。就在我们吃的热火朝天，甚至因为太热而不得不打开排气扇时，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。虽然基站大部分瘫痪，但我和妹妹住的区域距离不远，偶尔还能收到微弱的信号。手机震动是苏月月发来的自拍。照片里她脸色惨白如纸，却配文炫耀。小白说这是排毒养出的冷白皮，不像你守着那只臭烘烘的红毛畜生。我嗤笑出声，那分明是失温导致的血管收缩。我反手拍了一掌，我穿着短袖满头大汗，面前是沸腾的红油火锅。阿九正眯眼嚼着毛肚，浑身冒着暖光。配文确实臭，火锅未散都散不掉，太热了，吃根冰棍降温。发送。我心情大好，夹起一块烫好的肥牛塞进嘴里，真香。而此时，在几公里外的豪宅里，骗子，那只土狗怎么可能这么暖和？他想摔手机，手指却已冻僵的无法弯曲。怀里的冰壶猛然抬头，贪婪地盯着他因愤怒而充血的脖颈。他闻到了，那是比体温更美味的精气。主人，别生气。冰壶伸出舌头，舔过他冻裂的指尖，声音阴冷而蛊惑。既然姐姐不帮你，那就把你自己彻底交给我吧。视频通话请求再次弹了出来。这一次，我看了一眼正四仰八叉躺在沙发上消食，还时不时打个带火星饱嗝的阿九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按下了接通键。屏幕亮起，苏月月那张磨皮过度的脸出现在画面中。姐姐，小白教了我冰心诀，我现在浑身通透。她强撑着优越感，将脸凑近镜头。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像玉一样透亮？我嗤笑一声，拿起老冰棍狠狠咬了一口。我嚼着冰块，故作苦恼的扇风。真羡慕你还能修仙，我就惨了，这土狗热得像桑拿房，逼得我只能吃冰棍降温。说着，我把镜头一转，画面里阿九正四脚朝天躺在地毯上，鼻孔喷着淡金色的热浪。一个巨大的饱嗝打出，
喷出一团火苗，直接点燃了旁的废纸篓。哎呦，小心点！我假意惊呼着踩灭火苗，语气却全是炫耀。别把家给烧了！屏幕那头死一般的寂静，苏月月笑容僵住。那只秃毛狗怎么会喷火？你肯定开了特效。我冷笑着说：“看看你的手吧，那是坏死的前兆。”一旁的冰狐突然按住他的手腕，声音阴冷：“别听他胡说，这是觉醒的代价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。给我一点血，助你突破。”苏月月这会已经神志不清，竟真信了他的鬼话，颤抖着割破手指，鲜血流出，被冰狐贪婪舔舐。随着血液入腹，冰狐体型暴涨，皮毛下钻出尖锐冰刺，瞳孔化为猩红。苏月月惊恐想逃，却发现皮肤已与冰狐冻结在一起，根本无法挣脱。苏青青，救我！他是怪物！苏月月对着屏幕绝望哭喊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，关掉了视频通话。那个白毛怪变强了。阿九跳上沙发，蹲在我身边，金色的瞳孔里满是凝重，他身上的红毛因为警惕而根根竖起。阿九沉声说：“那是邪道，吃了人血的冰狐会变成只会杀戮的怪物。”我摸了摸阿九的脑袋，感受到他体内澎湃的热量，心中稍安。怕吗？阿九傲娇的一甩头，本大爷可是烈阳天狐，他那种靠吸血的下三滥手段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只要我吃饱了。我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忽然一声巨响从防空洞的大门处传来，防空洞那扇厚重的防爆钢门竟然像纸糊一样的轰然倒塌。刺骨的寒风夹杂着冰渣，瞬间灌满了原本温暖如春的房间。我下意识地抱紧怀里的阿九，抬头看向门口，烟尘散去，门口站着一个人影，是苏月月，但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。她身上那件原本昂贵的羽绒服已经破烂不堪，脸颊、脖颈竟然全部覆盖着一层晶莹剔透却又令人毛骨悚然的蓝色冰晶。姐姐，你看我现在美吗？她开口了，声音却像是两块冰在摩擦，尖锐刺耳，带着重叠的回音。那不是她的声音，那是冰狐的声音。苏月月僵硬地抬起手，那只手已经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冰刃。小白说，这叫冰肌玉骨，是成神的必经之路。我浑身发冷，不是因为风，而是因为那双眼睛。苏月月的眼眶里没有瞳孔，只有两团幽蓝的鬼火在跳动。她已经死了，或者说她现在只是一具被那个畜生操控的傀儡。苏月月身形一闪，速度快得惊人，手中的冰刃直刺我的咽喉。怀里的阿九发出一声震天怒吼，身形瞬间暴涨，红光乍现，一只2米多高的烈阳天狐挡在了我面前。又是你这只该死的红毛狗！苏月月发出了怨毒的尖叫。阿九没有任何废话，张口便是一道金红色的烈焰喷涌而出，高温瞬间将防空洞内的冰霜融化成水。苏月月身上的冰晶也开始发出滋滋的爆裂声。苏月月惨叫着狼狈躲避，把身体还给他。阿九怒不可遏，巨大的爪子带着火焰拍下。然而卑鄙的一幕发生了，冰狐竟然操控着苏月月不躲不闪，反而主动挺起胸膛迎向阿九的利爪。阿九，停下！我惊呼。阿九硬生生收住力道，火焰燎焦了苏月月的头发。就在这一瞬间的停顿，一只只有巴掌大的雪白狐狸狠狠撞在阿九的腹部。阿九闷哼一声，被撞退几步，腹部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蠢货，这具身体本来就是废的。冰狐悬浮在半空，眼神轻蔑，不过用来挡刀倒是正好。随着冰狐离体，苏月月瘫软在地，她眼中的幽蓝鬼火逐渐熄灭，恢复了一丝原本的黑白分明。她艰难地抬起头，看向我，又看了看旁边威风凛凛却满眼担忧的阿九。火焰的余温让他那张冻僵的脸恢复了最后的一丝知觉。苏月月看向半空中那只高傲的冰狐，眼中满是悔恨和恐惧。她伸出手，似乎想抓住最后一点温暖。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，苏月月像冰块一样在我和阿九面前寸寸崩裂。我死死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虽然我恨他前世害死我，但亲眼看着他以这种方式死掉，那种冲击力依然让我窒息。冰狐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碎冰，随即转头阴毒地盯着我。苏青青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会回来找你们的。说完，他化作一道流光，冲出了防空洞，消失在漫天风雪中。冰狐逃走了，但他留下的烂摊子却无法收拾。防空洞的大门彻底报废，外面的极寒狂风肆无忌惮地灌入，哪怕阿九拼命释放热量，室温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发现墙壁上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。青青，这里不能待了。阿九变回小狗大小，虚弱地趴在我脚边。刚才那下偷袭伤到了他的元气，寒气在侵蚀地基，这里随时会塌。我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还有那堆属于苏月月的碎冰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们走。我不是优柔寡断的人，前世的惨死早就教会了我，在末世犹豫就会败北。我拿出2个最大的登山包，装了一些压缩饼干、水和急救用品。我穿上了最后的极地防寒服，戴上护目镜。阿九，还能走吗？阿九强撑着站起来，跳进我怀里。本大爷只是饿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冻不着。走出防空洞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是地狱。天地间一片惨白，路边的树木早就变成了冰雕，偶尔能看到几辆被大雪掩埋的车，车窗里隐约透出僵硬的人影。根据之前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广播，
官方在城北建立了一个名为希望的生存基地，那里有军队驻守，还有异能者维持秩序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去处。我和阿九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阿九趴在我胸口的衣服里，像个暖宝宝一样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热量，让我在这零下50度的环境里依然手脚灵活。刚转过一个街角，3个男人突然从雪堆后窜了出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铁棍和西瓜刀，眼神凶狠而贪婪，死死盯着我身上的防寒服，还有鼓鼓囊囊的背包。把衣服脱下来，包也留下，不然弄死你。领头的男人声音嘶哑，脸上满是冻疮。阿九在我怀里动了动，发出低沉的咆哮，想要冲出去。我按住了他，对付这种普通暴徒还不需要动用神兽的力量。我冷冷地看着那3个男人，让开，我不杀人。小娘们口气不小，其中一个男人怪笑一声，举着刀就冲了过来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戛然而止，一支漆黑的弩箭射中了他的身体，洁白的雪地上洒下一片刺眼的红。那男人瞪大了眼睛，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剩下2个男人吓傻了，对视一眼，尖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我面无表情地跨过尸体，拔回弩箭，在雪地上擦了擦血迹。青青，你变了。阿九探出头，金色的眼睛里没有害怕，只有心疼。不过我喜欢你这样，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不变狠就只能被吃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重新把围巾拉紧，迎着风雪继续向北走去。越往北走，风雪越狂暴，这里的能见度不足5米，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巨大的体力。如果不是阿九在我怀里持续散发着热量，我恐怕早已失温倒下。路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冻尸，有的蜷缩成一团，有的还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，它们被大雪覆盖，像是一个个白色的坟包。青青，那边有活人的气息。怀里的阿九突然探出头，鼻子动了动，指向路边的一处背风坡。我停下脚步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在一个废弃的公交站台后面缩着一团黑乎乎的影子，走近了才看清，那是一对母女。母亲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，脸色青紫，眉毛和睫毛上结满了厚厚的冰霜。她依然保持着跪坐的姿势，死死地将怀里的小女孩护在胸口，而她身上那件原本应该穿在外面的羽绒服，此刻正紧紧裹在小女孩身上。那个小女孩看起来只有5、6岁，露出一张脏兮兮却冻得通红的小脸。她似乎感觉到了有人靠近，费力地睁开眼睛，眼神空洞而绝望。妈妈，醒醒，我不冷了。小女孩微弱地推着母亲僵硬的身体。我走到母女身边，那个母亲已经没救了，她的身体硬得像块石头，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依然维持着保护孩子的姿势。我蹲下身，从背包里拿出2片自发热暖贴，又塞给她半块压缩饼干。小女孩呆呆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忽然，一条毛茸茸、暖烘烘的大尾巴从我怀里伸了出来，轻轻搭在小女孩冻得发紫的小手上。那是阿九的尾巴，一股温和的暖流瞬间传遍了小女孩全身，她原本灰败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了一些。小女孩眼睛亮了，她看着我怀里露出的那个红色小脑袋，喃喃自语：太阳，是太阳狗狗。阿九傲娇地哼了一声，我是狐狸，不是狗。但她的尾巴却没有收回来，反而把小女孩裹得更紧了些。我叹了口气，把小女孩抱了起来，放在路边一个相对避风的角落，给她留了一瓶水。能不能活下去，看你造化了。我不能带上她，前路未卜，我自己尚且在走钢丝，带个孩子就是送死。离开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小女孩稚嫩却坚定的喊声：谢谢大姐姐，谢谢太阳狗狗。风雪似乎小了一些，我摸了摸阿九的头，心里那块坚硬的冰似乎融化了一角。走了整整2天，那座传说中的希望生存基地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。那是一座依托原本的体育中心建立起来的堡垒，外围用钢筋混凝土和冰块浇筑了一道高达10米的围墙，墙头架着机枪，探照灯在风雪中扫射。基地大门口排着长龙，数以千计的幸存者挤在一起，衣衫褴褛，眼神麻木，没有物资缴纳的去 C 区排队。别挡道！几个穿着军大衣、手持电棍的守卫正在大声呵斥。所谓的 C 区，其实就是围墙外搭建的简易帐篷区。在这种零下几10度的天气里，住帐篷和等死没什么区别。我皱了皱眉，拉紧了围巾，遮住半张脸。阿九，藏好了，只露个头就行。我低声嘱咐。我走向了另一侧人少的通道，那里写着异能者特殊贡献者通道。守卫拦住了我，眼神在我干净厚实的防寒服上打量了一圈，闪过一丝贪婪。这里是贵宾通道，闲杂人等不能入内。我没有废话，直接拉开了防寒服的拉链。阿九配合地探出头，张嘴喷出一小团金红色的火焰。火焰在寒风中不仅没有熄灭，反而瞬间将周围2米内的空气烤得滚烫。守卫吓得后退一步，随即瞪大了眼睛。变异兽，火系的。守卫的声音都在颤抖，那是兴奋的颤抖。在这个极寒末世，火系异能者简直是无价之宝。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我冷冷地问。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您请。守卫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，甚至还要帮我提包。大门缓缓打开，一股久违的热气扑面而来。基地内部和外面简直是2个世界，核心区竟然通了暖气，虽然温度只有0度左右，但对于在零下50度挣扎的人来说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。街道上铲雪车在工作，甚至还能看到穿着体面的人在遛狗。这位小姐，请跟我来登记。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中年男人迎了上来，
自我介绍是接待处的主任，然而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我身上，而是死死地盯着我怀里的阿九。这只小家伙看起来火力很旺啊。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在咱们基地，这可是稀缺资源，小姐如果不介意，我们可以高价收购，或者给您安排个最好的别墅，只要您愿意让他为基地的供暖系统做点贡献。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地抱紧了阿九。阿九在我怀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，全身的毛都炸了起来。不卖，他是我的家人。我冷硬地回绝。主任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那副虚伪的面具。不急，不急，来日方长吗？给苏小姐安排 A 区的高级公寓。看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，看来这所谓的希望基地并不是什么避风港，而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的狼窝。入住 A 区公寓的第一晚并不平静，虽然这里有供暖，有热水，甚至还有软绵绵的床铺，但我却睡不着。阿九也没有睡，他趴在窗台上，金色的眼睛死死盯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时不时发出不安的低吼。怎么了，阿九？阿九的尾巴烦躁地甩动着，有股臭味儿，和那个冰壶身上一样的臭味儿，虽然很淡，但我闻到了。我心头一凛，冰壶，他竟然也跟到了这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基地里就炸开了锅。听说昨晚在 B 区有3个人在睡梦中被冻成了冰雕。要知道，那里虽然不如 A 区暖和，但也绝不可能把人瞬间冻死。传言四起，有人说是供暖故障，有人说是极寒天气变异了，但我知道是那个煞星来了。还没等我细想，房门被敲响了，来的还是昨天那个接待处的主任，但他这次没带那个虚伪的笑容，身后还跟着4个全副武装的士兵。苏小姐，昨晚的事故你听说了吧？主任开门见山，目光越过我，贪婪地落在正在吃牛肉干的阿九身上。基地能源告急，为了全基地几万人的性命，我们需要征用你的变异兽。征用？凭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挡在阿九身前，凭这是为了大义。主任义正言辞，眼里却闪烁着算计的光。只要把它连接到核心供暖炉，它的热量就能救活无数人。当然，我们会给它注射营养液，尽量保证它活着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我握紧了拳头。主任脸色一沉，挥了挥手，身后的士兵立刻举起了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和阿九。苏小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在基地还没人能违抗命令。他冷冷地说，从现在起你被禁足了，给你半天时间考虑，今晚之前如果不交出这只畜生，别怪我们采取强制措施。说完，他带人退了出去。房间里的灯灭了，暖气也停了，他们这是想逼我就范。心情，让我烧死他们！阿九气得浑身冒火，我按住他，眼神阴冷。别急，留着力气，今晚会有好戏看。夜幕降临，基地陷入了一片死寂。突然，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，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，还有人群惊恐的尖叫声。敌袭！敌袭！丧尸攻进来了！我走到窗边，借着外面探照灯乱晃的光柱，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：无数浑身覆盖着冰霜的丧尸涌向围墙，他们动作僵硬却迅速，不畏子弹，不知疼痛。而在尸潮的最后方，一只巨大的通体晶莹的九尾冰狐悬浮在半空，那双幽蓝的眼睛正冷冷地俯视着这座基地。它比之前更强了，体型足有3层楼高，9条尾巴挥舞间便是漫天冰刺。围墙被冰狐一尾巴抽塌了一角，尸潮瞬间涌入，房门被人暴力踹开。那个主任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满脸惊恐，早已没了白天的嚣张。快让你的火狐出去顶住！他歇斯底里地吼道，只要他挡住那个怪物，我就给你最好的待遇。快啊！我看着他像看一个死人。挡住？那你呢？我要护送领导撤离。他理直气壮地喊道，转身就想跑，原来是想拿我们当炮灰，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。阿九，送他上路。我轻声唤道。阿九张嘴，一道火线喷出，那个主任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瞬间化作了一个火球，几秒钟后变成了一堆灰烬。既然规则崩坏，那就由我来制定规则。我和阿九冲出了公寓，在 C 区的贫民窟方向，那些衣衫褴褛的普通人正拿着铁锹、木棍，甚至赤手空拳地堵在缺口处。人群中，我看到了那个小女孩，太阳狗狗姐姐。小女孩在混乱中看到了我和阿九，带着哭腔喊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的某根弦断了。基地高层该死，但这群在泥泞中挣扎求生的人不该死。阿九，我翻身骑上阿九的背，阿九仰天长啸，原本被压抑的神兽气息彻底爆发，一道冲天的火柱拔地而起，照亮了漆黑的夜空。阿九化作一头足有5米高的烈阳巨兽，浑身燃烧着金色的火焰，如同神明降世。他纵身一跃，直接跨过了半个基地，重重地落在缺口处。我坐在阿九背上，刀尖直指半空中的冰湖，声音穿透了风雪。杂碎，你的对手是我。苏青青，你竟然还没死！半空中，冰湖那庞大的身躯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托你的福，活得好好的。虽然阿九气势惊人，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紧绷。对面的冰湖吞噬了太多血肉，实力已经远超当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成为我的一部分吧。冰湖九尾齐张，漫天冰刺倾泻而下。阿九不用我指挥，四爪猛地踏地，一道半圆形的火焰护盾瞬间张开，冰刺撞击在火盾上，激起大片白雾。阿九低吼一声，
撤去护盾，不退反进，化作一道红色的闪电冲向冰湖。这是一场冰与火的终极碰撞。阿九的利爪带着烈焰撕裂了冰湖的护体寒气，在他身上留下了3道深可见骨的焦痕，而冰湖的尾巴也狠狠抽在阿九背上，将他砸入一栋废弃的大楼。大楼瞬间崩塌，废墟中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阿九抖落身上的碎石，眼中的战意更浓。我是烈阳天狐，我是太阳的化身，岂是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能打败的？阿九怒吼着，浑身的火焰开始由红转金，那是他的本源之火。焚天！随着阿九的咆哮，一颗巨大的金色火球在他口中凝聚，如同一个小型的太阳，带着毁灭一切的高温轰向冰湖。冰湖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他没想到阿九竟然还能爆发出这种力量，他拼命调集周围的寒气想要抵挡，但在绝对的纯阳之火面前，一切阴邪都是徒劳。火球击中了冰湖的胸口，没有爆炸声，只有冰雪消融的声音。冰湖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，他那庞大的冰晶身躯在金色的火焰中迅速融化蒸发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几秒钟后，空中只剩下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珠子掉落下来，那是冰湖的核心。阿九接住珠子，一口吞下。阿九打了个饱嗝，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基地守住了，幸存的人们从废墟中探出头，看着屹立在火光中的红色巨兽，眼中满是敬畏和感激。然而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冰湖死后不到10分钟，天空突然变得异常黑暗，气温开始断崖式下跌，零下60度、零下80度、零下100度。刚才还在欢呼的人群，声音突然消失了，因为空气太冷，吸入一口气都会冻伤肺部。基地的供暖系统彻底瘫痪，所有的仪器都爆裂了。怎么回事，阿九？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。阿九变回了原本的大小，缩在我怀里，身体竟然在微微发抖，他身上的光芒也变得暗淡了许多。那个冰湖，它不仅仅是变异兽。阿九带着哭腔抬起头，金色的眸子里满是绝望。它是永夜的先驱，它死了，意味着真正的极寒末日开始了。世界陷入了绝对的黑暗和严寒，幸存者们开始成片成片的倒下，即使裹着最厚的棉被，也无法抵挡这种能够冻结灵魂的寒冷。救救我们！好冷！无数双手伸向我怀里唯一的发光体。阿九拼命地释放热量，试图温暖周围的人，但他的力量在整个世界的寒冷面前，就像是一根在狂风中摇曳的火柴。他的光圈越来越小，从覆盖整个广场缩小到只能覆盖几米，最后只能勉强护住我一个人。阿九虚弱地靠在我胸口，青青，我好累，这里的冷连火都能冻住。我抱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难道这就结束了吗？我们战胜恶人，战胜了怪物，最后却还是要输给这无情的天灾吗？黑暗中，我听到了那个小女孩微弱的声音：太阳狗狗，不要睡，天亮了就暖和了。可是天还会亮吗？这是太阳熄灭的第7天，或者说是第7个周期。因为没有了日升日落，我们只能靠机械手表的指针来判断时间。基地里安静的可怕。起初的那几天，还有人在哭嚎，有人在咒骂，甚至有人试图冲出阿九的光圈去寻找所谓的备用能源。但现在，所有声音都消失了。极度的严寒和无边的黑暗，像2只无形的大手，一点点掐灭了人们心中的希望。远处的人群角落里传来一声闷响，我身体猛地一颤，下意识地捂住了怀里阿九的耳朵。我知道那是枪声。又有一个人受不了这种在这个冰冷地狱里等死的折磨，选择了自我了断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个了。没有人去查看，也没有人惊呼，剩下的人只是麻木地缩在一起，眼神空洞地盯着我怀里那团唯一的红光，像是一群失去了灵魂的躯壳。物资其实还没完全耗尽，但心理防线已经崩塌了。黑暗滋生恐惧，更滋生恶念。我感觉到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粘在了我身上，或者说粘在了阿九身上。那只狐狸，它那么热，离我不远的一个角落里，几个原本看起来唯唯诺诺的男人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，他们的眼神浑浊而贪婪，像是饥饿的野狗盯着一块肥肉。其中一个男人甚至不知死活地站了起来，手里握着一把生锈的扳手，摇摇晃晃地朝我走了2步。我冷冷地抬起头，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刀。那男人刚要逼近，怀中虚弱的阿九嘶鸣着喷出一簇金红火苗，撩过他的裤脚。男人惨叫跳开，拍打着焦黑的布料，眼中的贪婪瞬间化为恐惧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意识到这神兽仍有余力将他烧成灰，只能骂骂咧咧地退回阴影，不敢再动歪念。阿九虚弱地在我怀里动了动，我低下头看着他，我把脸贴在他毛茸茸的额头上，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。尽管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。阿九费力地睁开眼睛，那双曾经燃烧着熊熊烈火的金色眸子，此刻却显得异常平静。我想起来了，阿九低声说道，就在刚才，传承记忆全都苏醒了。什么记忆？别说话了，省点力气。我哽咽着，心里的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不，你听我说。阿九的小爪子轻轻按在我的手背上，虽然微弱，却异常坚定。这个世界的太阳，并不是被乌云遮住了，而是他死了。我浑身一僵。死了？是的。恒星衰竭，永夜降临，这是天道轮回的结束。阿九的语气变得古老而沧桑，仿佛在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贪吃撒娇的小狐狸，而是活了千万年的神祇。而烈阳天狐一族存在的意义，
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他抬起头，目光穿透了漆黑的苍穹，仿佛看到了虚空中的某种召唤。在这个世界彻底冻结之前，必须有新的火种去点燃苍穹，重塑太阳。阿九转过头，深深地看着我，青青，我是世间最后一只烈阳天狐，我就是那颗火种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。我下意识地抱紧了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什么火种，什么太阳，我不管，我只要你活着。阿九，你答应过陪我活下去的，就算全世界都死光了也没关系，我只要你。阿九，求求你，别丢下我！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在这个冰冷的末世里，阿九是我唯一的家人，唯一的依靠，也是我活下去的全部理由。如果连他也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阿九看着我崩溃的样子，眼底闪过浓浓的不舍。他费力地从我怀里钻出来，伸出粉嫩的小舌头，一点一点舔去我脸上的泪水。那是温热的，带着他生命气息的温度。傻青青，他用毛茸茸的小脑袋蹭着我的脸颊，声音温柔的一塌糊涂。如果没有太阳，你也会死的，哪怕我有再多的热量，也护不住你一辈子。我不在乎，和你死在一起我也愿意。阿九轻轻叹了口气，我想看你活在阳光下，我想看你穿着漂亮的裙子在草地上奔跑，而不是像只老鼠一样永远躲在阴暗潮湿的洞里，为了生存提心吊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积攒最后的力气。你救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家，现在轮到我来给你一个世界了。说完，他猛地挣脱了我的怀抱，我伸手去抓，却只抓到了一把虚无的热气。阿九悬浮在半空中，身上的红光开始剧烈燃烧。他回头看了我最后一眼，那个眼神里有眷恋，有决绝，还有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再见。我凄厉的喊声被淹没在呼啸的寒风中。阿九没有回头，他小小的身躯在漆黑的夜空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却又那么耀眼。他义无反顾地冲向那死寂的万米高空，随着他的升空，他身上的光芒越来越盛，红色的火焰逐渐变成了纯粹的金光，那是燃烧灵魂才能绽放的色彩。一声震彻天地的胡鸣响彻云霄，那声音里没有痛苦，只有一种悲壮的豪迈和对新生的渴望。在所有幸存者震撼的目光中，那道金光冲破了厚重的云层，撞入了那片早已熄灭的星海。没有爆炸的巨响，只有一种仿佛灵魂深处的震颤。原本漆黑如墨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金色的缝隙，紧接着那缝隙迅速扩大，无尽的光和热从中喷薄而出，驱散了笼罩世界的永夜。一轮崭新的金红色的太阳在苍穹之上诞生了，那光芒是如此温暖，它穿透了冰层，抚摸着大地。我跪在雪地里，仰着头，任由那刺眼的光芒灼烧着我的视网膜，眼泪流干了，嗓子喊哑了，我却依然痴痴地看着那个方向。我知道那是阿九，那是他用生命为我点燃的灯。周围传来了人们的欢呼声，有人痛哭流涕，有人跪地膜拜，但我听不见。我的世界里只有那轮太阳。我喃喃自语，你说过要陪我吃火锅的大骗子。时光荏苒，那场被称为极寒浩劫的灾难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，世界在废墟中重建，冰雪消融，万物复苏。新的太阳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温暖，这片土地上甚至长出了比末世前更茂盛的植被。某个春日的午后，我坐在自家院子的摇椅上，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照片上一只秃毛的小红狐狸正把脸埋在火锅盆里，而在它旁边，我笑得没心没肺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暖洋洋的，像是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我的脸颊。青青姐，吃饭啦！曾经被我救下的小女孩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人了，在屋里喊我，如今已经长高了不少，活泼可爱。我抬起头，眯着眼睛看向天上那轮金红色的太阳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在那耀眼的光晕中，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巨大的、威风凛凛的九尾天狐，正慵懒地趴在云端，垂下金色的眸子，静静地注视着我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卷起几片花瓣落在我的肩头，恍惚间，我感觉到脸颊上传来一阵熟悉的毛茸茸的触感，就像是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，那个小家伙蹭着我的脸。我伸出手，在虚空中轻轻摸了摸。早安，阿九。5年，对于世界来说，这是重获新生的5年。冰川退去，绿意重染大地，人类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了新的文明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5年。我搬离了热闹的基地核心区，在距离当初阿九升空最近的那座山峰下建了一座小木屋。每天清晨，我会坐在山顶的巨石上，看着那轮金红色的太阳升起。傍晚，我会看着它落下。邻居们都说苏青青是个怪人，明明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之一，却把自己活成了隐士。他们不懂，我不是在看太阳，我是在看阿九。这天午后，我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晒草药，那个被我收养的小女孩小草跑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块发光的石头，气喘吁吁。青青姐，你看这块石头。我漫不经心地抬起头，却在看到那块石头的瞬间惊呆了。那是一块暗红色的晶体，形状不规则，但此刻它正随着天空中太阳的呼吸，一明一暗地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这是当年阿九吞噬冰湖晶核后吐出的一块杂质碎片，我一直把它当作遗物埋在阿九以前睡觉的窝里。它怎么会发光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小草眨着大眼睛，不知道呀，刚才太阳突然闪了一下，这块石头就从土里跳出来了，而且它好烫哦。我一把抓过石头，滚烫的温度瞬间灼痛了手心，
但我却舍不得松开。这股热量，这种熟悉的、霸道的、带着一丝烈阳气息的波动，是阿九。我猛地抬头看向天空，原本平静的太阳，此刻竟显得有些躁动。日冕层翻涌着巨大的火舌，像是在挣扎，又像是在呼唤。一种疯狂的直觉击中了我的心脏。烈阳天狐是上古神兽，他的灵魂真的会完全消散吗？还是说，因为某种契机，他正在试图回来？小草，帮我看家。我抓起那块滚烫的石头，疯了一样向落日峰的山顶跑去。山路崎岖，荆棘划破了我的裤腿，我也浑然不觉。我的心脏跳得快要炸裂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他在叫我。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时，异变发生了。手中的红石突然爆发出刺眼的光柱，直冲云霄，与天空中的太阳连接在了一起。阿九，是你吗？我对着天空大喊，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太阳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原本金红色的光芒突然收缩，紧接着一道肉眼可见的流火从天而降。它不像陨石那样带着毁灭的气息，反而轻盈的像是一片落下的羽毛，顺着那道光柱笔直地朝我坠落。周围的空气开始升温，积雪瞬间气化。我没有躲避，反而张开双臂迎向那团坠落的烈火。回来吧，求求你，回来吧！流火砸落在山顶的祭坛上，激起漫天的烟尘和金色的火星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撞击感。那团火在落地的瞬间，仿佛有了意识一般，温柔地散开，化作一圈圈金色的涟漪，将我包裹在其中。我置身于火海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，只有那久违的深入骨髓的温暖。青青，一道低沉、沙哑却充满了磁性的男声突兀地在火海中响起。我浑身一震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这不是狐狸的叫声，这是人的声音。火焰渐渐平息，原本刺眼的金光开始收敛，慢慢凝聚成一个人形轮廓。先是一头如火焰般肆意张扬的红色长发在风中狂舞，接着是宽阔结实的肩膀，线条流畅且充满爆发力的肌肉线条，再然后是一张轮廓分明、俊美的近乎妖孽的脸庞。那双眼睛，狭长的眼尾微微上挑，瞳孔是纯粹的熔岩金色，带着神兽特有的威严，却在看向我时化作了无尽的温柔和宠溺。他赤裸着上身，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，隐约可见红色的纹路在皮肤下流动。他站在那里，像是从神话中走出的火神。阿九，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，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男人眨了眨眼，似乎还有些不适应这具新的身体。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修长的手指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最后嘴角勾起一抹我无比熟悉的傲娇又得意的笑容。虽然没有毛了，但这副皮囊看起来还算配得上本大爷的身份。真的是他，那股熟悉的语气，那个臭屁的表情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尖叫着扑了过去。他也张开双臂，稳稳地接住了我。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后退了半步，但他立刻收紧手臂，将我死死地按进怀里。他的胸膛滚烫，心跳强而有力。我回来了，青青。他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在那上面真的太冷清了，没有火锅，没有电视，最重要的是没有你。我哭得像个傻子，拳头不停地捶打着他。你这个骗子，你说你是火种，你说你回不来了，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也以为我回不来了。阿九任由我发泄，手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长发。但是你一直在叫我，每天早上，每天晚上，你的声音太吵了，吵得我根本没法在那颗死星星里睡觉。他捧起我的脸，拇指擦去我的眼泪。后来我想，既然太阳已经重新点燃，既然天地间的灵气已经复苏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傻乎乎的在那里当个挂件？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所以我分出了一半的神魂留在天上维持运转，另一半就顺着你的召唤留下来了。一半神魂，那对你有影响吗？我紧张地问道。他忽然凑近我，鼻尖几乎碰到我的鼻尖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上。影响就是我现在没有神力了，变成了一个需要吃饭、睡觉，还会怕老婆的普通人类。苏青青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我愣了一秒，随即破涕为笑。好，我养你一辈子。阿九，现在应该叫他苏九了。虽然他极力反对跟我的姓，但在我一句不跟我姓就不给做红烧肉的威胁下，他光速妥协了。阿九变身成人的消息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解释，毕竟在这个异能遍地、变异兽横行的时代，神兽化人虽然稀奇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。更何况他是拯救世界的英雄，只是这位英雄的人类适应期过得有些鸡飞狗跳。苏九，那是洗面奶，不是牙膏。清晨，浴室里传来我的咆哮声。阿九满嘴泡沫地探出头，一脸委屈。这玩意儿也是薄荷味的，而且比牙膏香多了。我扶额吐掉漱口，除了生活常识的缺失，最让他头疼的是穿衣服。作为一只曾经崇尚裸奔的狐狸，他对人类这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。这裤子太紧了，勒得慌。他扯着牛仔裤的裤腰，一脸嫌弃。还有这个衬衫，扣子这么多，简直是反狐类设计。我走过去，耐心地帮他一颗颗扣好扣子，整理好领口。看着镜子里那个红发金眸、穿着白衬衫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，我忍不住有些脸红。忍忍吧，你是想光着身子出去被围观吗？哼，他们那是嫉妒本大爷的身材。阿九嘟囔着，顺势从背后抱住我，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。青青，我饿了，想吃火锅，特辣的那种。即使变成了人，他的口味依然没变，
无辣不欢，无肉不饱。今晚就吃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得陪我去个地方。我们去了墓地，那里埋葬着在极寒浩劫中死去的人们，也立着一座属于烈阳天湖的衣冠冢。阿九站在自己的墓碑前，表情有些古怪。给自己上坟，这种体验还真是独一无二。他摸了摸鼻子，我把一束鲜花放在墓碑前，轻声说：阿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守护了这个世界，也谢谢你愿意为了我回到凡间。阿九收起了嬉皮笑脸，他转过身，牵起我的手。此时已是黄昏，落日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，将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眼中倒映着温暖的光。青青，其实做神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高高在上，受万人敬仰，却听不到一句真心的问候，吃不到一口热乎的饭菜。他转过头，金色的眸子看着我。以前我不懂，为什么你们人类那么弱小，却总想活着。现在我懂了，因为这人间有烟火气，有牵挂，有你。他低下头，在我的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。上一世我是你的受宠，你护我周全；这一世我是你的爱人，换我护你余生安稳。我眼眶微热，回握住他宽厚温暖的手掌。好，余生请多指教，我的太阳。远处，小草正挥着手喊我们回家吃饭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饭菜的香气在风中飘散。曾经的极寒已成往事，如今的岁月温暖如春。